几十万头野狼泛滥成灾，俄罗斯惨遭袭击，村民苦不堪言，一年损失15亿，屠狼大战一触即发。提起当年的狼群，村民至今胆战心惊。据当地人回忆，这群野狼繁殖速度极快，个头一头比一头彪悍，一到深夜狼嚎声此起彼伏，响彻整个山里。随着声音向村庄不断逼近，家家户户紧锁房门，生怕一不留神被野狼伏击。自从狼群出现，村子附近的野兽就慢慢消逝，就连野猪野鸡都成了稀罕物。村子原本背靠大山，山上植被茂盛，栖息着许多野生生物。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山林就成了狼群的地盘。到了深夜，往森林里一看，到处是绿油油的眼睛，一双比一双狠辣。更恐怖的是，山里的动物慢慢被屠杀干净后，山下的村子就成了狼群的自助餐。几十头狼围攻一个羊圈，把村民辛辛苦苦养了一年的生活来源吃得一干二净。等到天亮了，一看地上一片狼藉，绵羊尸体横七竖八躺了一地，场面简直不堪入目。老人跌坐在地，气得老泪纵横。等到村民发现不对，早就为时已晚。接连几天过去，又有10几户村民的羊圈牛圈惨遭血洗。简陋的羊圈，但凡有一点缝隙，绝对逃不过野狼的魔爪。后来大家被逼无奈，只能天一黑就把羊群赶进家里，每天守着牲畜睡觉，臭气熏天也只能忍耐。到后来，后山已经彻底成了狼群的地盘，村民连白天出门都要抱着猎枪结伴而行。几十万头野狼泛滥成灾，俄罗斯为消灭狼群，想尽各种办法。村里自发组织的灭狼小队背着猎枪就出发了，领头的是村里的老猎手，后面跟着20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。一大早，灭狼小分队就出发上山，在林子里仔细搜索，必须尽可能把藏在暗处的野狼全部杀光，否则狼群对气味异常敏感，一旦天黑，猎手很有可能遭到狼群的偷袭和反攻。然而整整1个礼拜过去，狼没带到几头猎人，反而累得精疲力尽。而且天生狡猾出名的野狼，一见举着猎枪的敌人掉头就跑。老猎人见状，只能带着徒弟在林子里设下陷阱。没想到第2天陷阱里的一幕让众人傻了眼，一头足足身长2米的野狼，肥头大耳，腰比水桶还粗。老猎人第一时间察觉到不对，连忙上报有关部门。要知道，一般栖息在野外的狼群，为了捕猎和躲避天敌的追击，通常身材精瘦，个头不大。这种站起来足足有1人高的野狼，也就在苏联时期见过。难道当年的那群猛兽又回来了？老猎人越想越觉得后怕。当年为了消灭泛滥的野狼，苏联政府下令大范围全力击杀。就这样，在民间和政府的通力合作下，野狼的数量锐减，甚至出现灭绝危机。政府这才下令停手，让狼群不至于灭种。没想到短短几十年过去，他们就凭借彪悍的战斗力卷土重来，在山里称王称霸。老猎人察觉到这样庞大的数量不是他们放几枪就能解决的，必须求助政府。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捕狼行动正式展开。几十万头野狼横扫俄罗斯边境，此起彼伏的枪声响彻整片森林。现实版赏金猎人配合空中狙击手，在森林里展开一场屠狼大战。一年足足15亿的损失，让附近村民叫苦连天，被野狼包围的生活简直苦不堪言。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，所有装备一应俱全。一天过去，枪声总算停歇，无数野狼尸体被拖了出来，个头彪悍，连尾巴都吃得油光水滑，一看就没少糟蹋山下村民的牲畜。第2天，为了加大力度，甚至开出了直升机，轰隆隆的机械声把狼群吓得四处逃窜，一不小心又掉进了陷阱里。这场声势浩大的捕狼大会一度震惊全国。俗话说，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买卖，当地甚至衍生出游客业务，高价拍卖生杀大权，把游客带上飞机体验速度与激情，一人一把猎枪，对地下狂奔的野狼进行定点击杀。眼看族群损失惨重，狼群不敢在山林里栖息，狼王一声令下，所有野狼统一向南部迁徙，捕狼大队紧追不舍，场面十分血腥。这时候有人突然反应过来，俄罗斯紧挨我国东北，尤其是漠河一带，一旦野狼为了活命一路南下，那野狼大部队就会朝我国边境不断逼近。俄罗斯的狼群真的会威胁到我国百姓吗？
其实不然，迁徙途中俄罗斯猎人的穷追猛打，就让狼群损失惨重，再加上长期奔波，能到达中俄边境的野狼少之又少，就算意外闯入东北虎和东北豹，可不是吃素的。